第13回内容主要描述了邱启发的修道过程与重阳先生的教导。邱启发在茅庵外静静听取重阳先生的讲法，学习到修行的重要性在于除去私欲与妄念，才能达到内心的静谧。重阳先生强调静字的重要性，认为静是修道的根本，并提到静可以帮助人们在生活中与他人和谐相处。最终，重阳先生决定收邱启发为徒弟，并命名为长春。然而，邱启发对于师父的教诲仍需更加领悟。整个故事强调了修行的艰辛与心灵的修炼。现在，我们就仔细聆听七真史传的故事内容。错叹凡夫不悟空，迷花恋酒逞英雄。春宵漏涌欢娱簇，岁月长时死献功。弄巧常如谋捕鼠，光阴却似渐离宫。不知使得精神静，愿把此身葬土中。话说邱启发见师兄道友不在前厅，必然在后面听先生讲道，他却往茅庵室来，果见先生在座上说法，众门人蓄立两边，他也不进内去，就在门外洗耳静听。只听先生讲曰：修行念头细中有细，有一念之思，既有一毫渣滓在心；有一念之欲，心中既有一大魔障。盖思欲一起，即失先天；必去思欲，方可存先天。先天者，一气也。思欲起，则火动；火动则气散；气一散，何有先天？又何以神火候？思重则气闭，又何以复灵机？欲甚则气枯，又何以得奥妙？其机如此，思念当除不当除，欲念当除不当除，妄念当除不当除。有思念者，听无言必戒；有欲念者必戒；有妄念者必戒。总要将心养得寂然不动，然后念头可灭。念灭则思静，思静则欲静，欲静则阳纯，阳纯而阴消也。真仙大佛无不从中得来，既于念头处下手，不可视为巨谈。重阳先生正讲到精微之处，邱启发听忘了形，无意之间说了一声好。重阳先生向众子弟说：门内说法，门外人听，试问何人？谁是知音？先生说罢，马丹阳朝外一看，见是邱启发，即叫他进来。先生一见，怒向马丹阳曰：我曾吩咐你打发他回去，为何仍在此处？话未说完，只见刘长生、郝太古、王玉阳、谭长真一起上前告曰：邱启发既来拜师求道，望先生悯念，将他收在门下，早晚领教受悔。重阳先生曰：非是我不收留他，怕他心不真切，偶一受磨难，便生反悔之心，那时道也修不成，反招罪过，不如不收他为妙。刘长生等又苦苦哀求，邱启发跪在地下不起来。重阳先生曰：尔等既再三谏引，难道我全不准情？你们这帮看照他，我即将他收下，与他取个道号，名叫长春。邱启发即起来三跪九叩，拜过了先生，又与众人作礼。先生下座，各归远处。又过了月余，先生吩咐马丹阳邀其众道友到内厅，这回说法必须于庵外设坛。马丹阳领了先生之言，即去办妥。不一会儿，大众齐集，衣冠楚楚，礼貌堂堂，同到庵前，请先生上座说法。重阳先生出了茅庵，上得座来，正容端坐良久，言曰：我教以静为主，这静字上可以参赞化育，下可以包罗万象。我将这静字为汝等宣说，不但修行悟道可用，即齐家治国亦不可少也。静之一字，妙理无穷，但言静者多，而知静者少，故欲静而不能静矣，是为寻着静之根源。静之根源，先要看空世界。静之门，当从不静处下斩绝功夫。静之中，复于常静时用。防备妙法，
念头一起，随即消灭。灭而复生，不使之生；生而即灭，使其永灭。静之极，不静自静。何尝言静？何尝言不静？止于至善者，莫过于静。静之于斯，泰山崩前而不惊也，非故不惊也，崩前而若未崩前也。美女当前而不动，非故当前不动，而若未当前也。至于动作行为，待人接物，其镇静之功，自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父母见之顽者辞也，兄弟见之利者和也，妻子见之汉者顺也，朋友见之为者成也，俗者见之粗者细也，世人见之似者廉也。以此忠君，终是信愤；以此爱民，是真实之爱，非姑息之爱。有何不行之道，不深之至哉？斯其非其也，而其不可言。不特静中静，而动中亦静，动静俱静，道可有成。佛言明心见性，非静不能明与见也；如言穷理尽性，非静不能穷与静也。道言修真养性，非静不能修于养也。静者三教之命脉，不特此也。是看一日非夜之静，无以为昼之动之本；四时非冬之静，无以为春之动之本。是道本于静，自然之理也。道本自然，舍静从何入门？重阳先生说，这静字是三教不离的功夫，士农工商、王侯将相都要由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父母能静而子自孝，君王能静而臣自忠，弟兄能静而和睦，朋友能静而信实，夫妇能静则顺从。把这静字说与众门人听，明知这数十人之内，只有丘、刘、王、谭、马、郝6人才肯专心悟道，其余那些人俱是始勤终怠，有起头无结尾，算不得正经修行之人，后来难免争名夺利之行。故将这镇静之功说与他们一听，使他们得这功夫，消一消乖戾，习一习涵养，虽不是超凡入圣，方可以修身齐家，不失为好人也，不枉到此投拜一场。且说邱长春闻听先生把这静字说得自自然然、透透彻彻，有许多好处，不禁心头发欢起来，手舞足蹈，却被先生看着，怒指长春而言曰：你这人闻道不进，如理不悟，徒以聪明显露，伶俐失诚，不能隐忍潜藏，只知使巧弄乖，非道器也。我几次说法，被汝越规犯举，我今当远避汝于东南，免得你常来扰我。遂对马丹阳曰：我明日要往江南访道，只要刘长生、谭长真、佘太古、王玉阳4人同去，如可照理家园。其余诸人，任他们或行或止，听其自便。我此去多则1年，少则半载，才得归也。先生这话吩咐出来，或惹动了众门人私家之心，有的要回去看望父母，有的要回去顾盼儿女，连夜收拾包袱行李，只等天开亮眼，都来与马丹阳告辞，更托转付先生。马丹阳少不得送他们出庄去，大家拱手一别。马丹阳转回茅庵，重阳先生吩咐马丹阳取出5件绣衣、5个蒲团、道帽、棕笠、芒鞋、草履、盐漂、遍产一切等物。重阳先生与刘、郝、王、谭居换了道装，道家打扮，趁着天色未曾大明，巧地出了马家庄。马丹阳送出渡外，回身转来，只见邱长春作揖告辞。马丹阳问他何往，邱长春曰：我要去跟随师傅。马丹阳曰：师傅见不得你，因此才走，你今赶去，必要受气。邱长春曰：师傅其当真见不得我，不过愿我学好，我若不去，岂不辜负师傅一片好心？说罢就走。马丹阳叫曰：快回来，我有话与你说。但不知说些什么，且看下卷分解。诸人私家各自去，
长春烈士赶将来。